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医生女儿远嫁台湾，她爸爸从强烈反对到泪流满面求原谅的心路历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生活给我们的偏见需要亲身经历才能打破。小芳是北京某3甲医院的心内科医生，家里条件非常优越。他爸爸周教授是北京顶尖医院的骨科专家，妈妈是大学教授。可以说，小芳从小就在医学氛围中长大，考上医学院也是家里的期望。那年夏天，小芳去台湾参加一个医学交流会议，认识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心血管外科医生阿伟。阿伟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为人谦和有礼，对工作认真负责。两人因为共同的医学兴趣熟络起来，一来二去，感情迅速升温。小芳，台湾的夜市真的很好玩，我带你去尝尝在地美食。阿伟对小芳说。好啊，我一直想体验台湾的夜市文化呢。小芳欣然答应。就这样，阿伟带着小芳逛了士林夜市、宁夏夜市、饶河夜市，品尝了台湾各种小吃。小芳被阿伟的细心和体贴深深打动，更被台湾的人情味所感染。交流会结束后，两人开始了跨海恋爱。1年后，阿伟向小芳求婚，小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爸妈，我要嫁给阿伟了，他是台湾的医生，人特别好。小芳兴奋地告诉父母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。周教授当场拍桌而起，什么？嫁到台湾？绝对不行！周教授气得脸色发白，你知不知道台湾有多穷？你在北京的生活多好，为什么要受苦？小芳妈妈也帮腔道，听说台湾的医疗设备落后，医生待遇也不好，你嫁过去会后悔的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，设备也很先进。阿伟他们医院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比我们医院的还要先进一代呢。小芳据理力争，胡说，大陆现在发展的多快，台湾那个小岛能有什么好的？周教授固执地认为。周教授和小芳为此事争吵不断，甚至一度断绝了父女关系。小芳心如刀割，但她深爱阿伟，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。爸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阿伟下个月会来北京见你们，希望你们能敞开心扉，接纳他。小芳最后对父亲说。周教授冷哼一声，我不会见他的。1个月后，阿伟如约来到北京，他带来了许多台湾的特产，日月潭红茶、凤梨酥、台湾高山茶等等。阿伟的礼貌和教养让小芳妈妈的态度有所软化，但周教授依然冷若冰霜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阿伟，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们。阿伟真诚地打招呼。哼，你以为带点小礼物就能把我女儿骗到台湾去？周教授毫不客气。爸，小芳又气又急。叔叔，我理解您的担忧，我爱小芳，会用一生来对她好。关于台湾的医疗水平，我带了一些资料，希望您能了解一下。阿伟不卑不亢地说。阿伟拿出平板电脑，展示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设施和医疗案例。周教授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起身离开了。阿伟，对不起，我爸他……小芳尴尬地道歉。没关系，我能理解叔叔的心情。阿伟温柔地握住小芳的手，我们慢慢来，总会有转机的。尽管周教授极力反对，小芳和阿伟还是决定在北京举行婚礼。婚礼当天，周教授虽然出席了，但全程黑着脸，连合影都不愿意。小芳，你真的要嫁到台湾去？周教授最后问道。爸，我爱阿伟，我相信我的选择。小芳坚定地说。好，那你以后别回来了。周教授说完，转身离去，留下小芳泪流满面。婚后，小芳跟随阿伟来到台北生活。刚开始，小芳确实有些不适应，一来是水土不服，二来是生活方式的差异，还有医院工作制度的不同。老公，台湾的医院为什么门诊量这么大？一个上午要看40-50个病人，我以前在北京最多看30个。小芳有些吃不消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让民众看病特别方便，但也导致医疗资源紧张。不过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不错，可以减轻大医院的压力。阿伟解释道。小芳慢慢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和工作节奏，也发现了台湾医疗体系的优点，全民健保覆盖范围广，患者自付比例低，医疗信息化程度高，各医院间病例资料可以共享。
医患关系相对和谐，医生很少遇到暴力威胁。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很人性化，病人看病不用排长队，预约系统很完善，药品管理也很严格。小芳逐渐对台湾的医疗有了新的认识，台湾的生活也让小芳感到舒适。虽然房子没有北京的大，但社区环境优美，邻里关系温馨，公共交通便利，治安良好，食品安全有保障，空气质量也很好。阿伟，我越来越喜欢台湾的生活了。小芳由衷地说，那就好，我就怕你会想家。阿伟笑着说，想是会想，但我不后悔来台湾。小芳说，就是爸爸那边，我很担心。自从小芳嫁到台湾后，周教授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她，每次都是小芳先打电话回去，周教授不是冷言冷语，就是让小芳妈妈接听。妈，爸还在生气吗？小芳问。他就那个脾气，你知道的。不过他其实很挂念你，经常偷偷问我你在台湾过得怎么样。小芳妈妈说，小芳在台湾生活了3年，期间回过2次北京，但周教授每次都借口工作忙，没有见他，这让小芳很伤心，但她理解父亲的固执。这一天，小芳正在医院门诊时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小芳，你爸突发心肌梗塞，现在在重症监护室。小芳妈妈哭着说，什么？爸爸怎么会突然心梗？小芳震惊不已，最近他工作压力太大，还为你的事情一直闷闷不乐，今天中午在医院突然倒下了，幸好及时抢救。小芳立刻请了假，连夜飞回北京。阿伟本想陪他一起回去，但因为手术安排不开，只能留在台北。你先回去，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立马跟上。阿伟郑重地说，替我向叔叔问好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小芳回到北京后，直奔医院，见到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苍白瘦弱的样子，小芳忍不住泪如雨下。爸，小芳哽咽着。周教授看到女儿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漠。回来干什么？台湾不是很好吗？爸，别说了，我是医生，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休息。小芳擦干眼泪，开始检查父亲的病历和治疗方案。周教授的主治医生是他的老同事李主任，情况不算太严重，但需要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。李主任告诉小芳，爸，你的手术我来安排，我已经看过你的冠脉造影了，需要3根血管搭桥。小芳说，不用你操心，李主任会安排的。周教授依然倔强，爸，我是心内科医生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小芳坚持道。最终，周教授默许了女儿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。小芳细致地与医疗团队讨论，确保父亲得到最佳治疗。与此同时，她也在想念阿伟，希望他能早日到来。手术前一天，阿伟终于赶到了北京，他直接去了医院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医疗文件袋。叔叔，我来看您了。阿伟走进病房，恭敬地问候。周教授看到阿伟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没有说话。爸，阿伟专程从台北赶来看你。小芳介绍道。哼，不用他假惺惺的。周教授冷哼一声，叔叔，我知道您一直不喜欢我，但我真的很在乎小芳，也很尊敬您。阿伟真诚地说，我这次来是想帮您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周教授疑惑地问。阿伟从文件袋中拿出一份病历和一个 U 盘，这是我向台湾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陈教授咨询的意见。陈教授是我的老师，他看了您的冠脉造影，建议尝试一种新的微创手术方法，可以减少创伤和恢复时间。周教授接过资料，略显惊讶。陈教授，你是说陈冠中教授？对，就是他，他现在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心脏外科主任。阿伟说。周教授的眼神变了，我认识陈冠中，他是国际知名的心脏外科专家，我们在20年前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见过。是的，他也记得您，他说您当年在骨科领域的研究非常出色。阿伟说，他愿意远程指导您的手术，如果您同意的话。这个消息让周教授陷入了思考，他一直以为台湾的医疗水平不如大陆，没想到陈冠中教授竟然愿意为他会诊。这种手术方法在台湾做了多少例，成功率如何？周教授开始专业的询问。3年前开始推广，目前已经有500多例，成功率达到98%。阿伟详细的回答道。小芳在旁边惊讶地看着父亲和丈夫的交流，心中满是欣喜。这是3年来父亲第一次真正的与阿伟交谈。
叔叔，您可以先看看这个 U 盘里的资料，里面有陈教授做的同类手术视频。阿伟补充道。周教授点了点头，虽然没有明确表态，但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。当晚，周教授仔细查看了阿伟带来的资料和手术视频。作为一名资深的医生，他能够专业地评估这种新技术的优缺点。这个微创手术确实有独到之处，周教授不得不承认。第二天，周教授同意了由李主任主刀，采用陈教授推荐的微创手术方法，并请阿伟协助手术。我可以进手术室吗？阿伟谦虚地问李主任。当然可以，听说你在台北荣民医院做过很多这类手术，我们正好可以学习交流。李主任热情地回应。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比传统搭桥手术时间短了近一半，出血量也明显减少。术后，周教授恢复得很快，3天后就能下床活动了。阿伟，谢谢你带来的新技术。李主任真诚地感谢道。你在台湾学到的这些先进技术对我们很有启发。阿伟谦逊地说，这是我们医院团队的成果，我只是有幸参与其中。大陆和台湾的医疗各有所长，相互学习才能共同进步。小芳看到丈夫得到专业认可，心中无比自豪。她发现父亲看阿伟的眼神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术后1周，周教授的恢复情况非常好。这天，他主动找阿伟聊天。阿伟，我想了解一下台湾的医疗体系。周教授开门见山地说。叔叔，您想了解哪方面？阿伟惊喜地问。全面一点，特别是与大陆的差异。周教授说。阿伟耐心地介绍了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、分级诊疗系统以及医疗质量控制措施。他还谈到了台湾医院在信息化、人性化服务方面的优势，以及医患关系的和谐。台湾的全民健保确实很完善，医疗资源分配也比较合理。周教授听完后承认道，但我还是担心小芳在台湾的发展。叔叔，您放心，小芳在我们医院很受重视。阿伟说，她的专业能力很强，已经被提拔为心内科副主任了，是吗？周教授眼中闪过一丝骄傲。是的，他现在负责一个心肌梗塞康复项目，结合了中西医疗法，效果很好。阿伟继续说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资源丰富，研究条件也不错。那你们的生活条件呢？周教授终于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。叔叔，我们住在台北信义区，有一套120平米的公寓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也好。阿伟如实回答，虽然比不上北京的豪宅，但生活质量很高。小芳以前在北京什么都不缺，现在……周教授欲言又止。爸，我在台湾很幸福。小芳走进病房，接过话茬，台湾的生活节奏慢一些，人情味更浓，我喜欢那里的生活方式。周教授看着女儿幸福的表情，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。他曾经以为女儿嫁到台湾会吃苦受罪，现在看来自己的偏见可能真的错了。阿伟，能给我看看你们在台湾的生活照片吗？周教授问道。阿伟拿出手机，翻开相册，里面有他们在台北的家，有小芳在医院工作的场景，有他们周末出游的照片。每一张照片中，小芳都笑得很灿烂。这是我们在阳明山赏樱，这是在9份的茶楼，这是在台北101观景台。阿伟一一介绍。周教授仔细看着每一张照片，渐渐看到了女儿在台湾的幸福生活。原来台湾是这样的，他喃喃自语。看着这些照片，周教授的心情复杂起来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对台湾的认知可能真的落后了许多。叔叔，这是我们医院的新导管室，这是最新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，这是我们的团队合影。阿伟继续展示着工作照片。周教授认真观察着照片中的医疗设备，不得不承认，台湾的医疗设施确实很先进。你们医院有几台达芬奇机器人？他问道。目前有3台，其中1台是最新的第4代。阿伟回答。真没想到。周教授感叹道，我们医院去年才引进第3代。爸，台湾的医疗技术在某些领域确实走在前面。小芳说，就像我们心脏康复项目，结合了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，疗效显著。周教授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或许我真的错了。他喃喃自语。爸，你没有错，只是对台湾的了解不够深入。小芳安慰道，我刚去台湾时也有很多意外发现，比如说……周教授好奇地问，
比如台湾的急诊分级制度特别完善，真正急诊的病人可以优先就诊，比如医保卡系统能看到病人的全部就医记录，避免重复检查。还有医生的工作环境，虽然压力大，但遇到医患纠纷有完善的调解机制。小芳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周教授听得入神，不时点头。阿伟则在一旁补充一些细节。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医患关系更加平等和谐。阿伟说，医生被尊重，病人被尊重，大家都遵循规则，很少有极端事件发生，这点确实很好。周教授感慨道，我们这边的医患关系还有待改善。这一刻，周教授似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，他看着女儿和女婿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小芳，阿伟，这几年是爸爸不对。周教授突然说道，声音有些哽咽，我因为偏见和固执伤害了你们。爸小芳双眼湿润，我一直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，觉得你嫁到那里会受苦。周教授继续说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错了。阿伟感动地看着岳父的转变，叔叔，两岸的发展各有千秋，重要的是小芳能幸福。是啊，我也是老糊涂了。周教授自嘲道，以后你们要多回来看看，也让我和你妈去台湾看看。真的吗，爸？小芳惊喜地问。当然，我想亲眼看看你们在台湾的生活。周教授说。就这样，周教授和女儿女婿之间的隔阂终于消除了。这次周教授的病成了家庭和解的契机，危机变成了转机。康复期间，周教授经常和阿伟讨论医学话题，从专业角度交流两岸医疗的异同。阿伟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给周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阿伟，你对这个病例怎么看？周教授经常会问阿伟的意见。我认为阿伟总是认真思考后再回答，专业又谦逊。小芳看到父亲和丈夫相处融洽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她知道这是爸爸用实际行动表达的认可和接纳。出院前，周教授对女儿女婿说了一句话，让小芳感动不已。小芳，你选择的路没错，阿伟是个好男人，好医生。周教授真诚地说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小芳泪流满面，紧紧抱住父亲。谢谢爸爸理解我们，阿伟，以后小芳就交给你了。周教授握住阿伟的手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叔叔放心，我会用一生来爱护小芳。阿伟郑重承诺。周教授出院后，阿伟和小芳在北京又住了1周才回台湾。临走前，周教授和小芳妈妈送他们到机场。爸妈，我们11长假就回来看你们。小芳依依不舍地说。好，我们也计划明年春节去台湾看你们。周教授说。太好了，我一定带你们好好逛逛台北，吃遍台湾小吃。小芳高兴地说。阿伟，有空多带小芳回来，北京永远是你们的家。周教授拍着阿伟的肩膀说。我会的，叔叔。阿伟感动地说。半年后，周教授和小芳妈妈真的来到了台湾。阿伟和小芳带他们参观了医院、家里以及台北的各个景点。爸，怎么样？台湾不错吧？小芳问道。确实不错，环境好，人文气息浓厚，医疗水平也很高。周教授由衷地赞美道。叔叔，我们今天去参观一下我们医院的康复中心吧，那里有小芳负责的项目。阿伟提议。好啊，我很想了解小芳工作的地方。周教授爽快地答应了。在医院，周教授见到了小芳的团队和病人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小芳在这里不仅专业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，还赢得了同事和患者的普遍尊重。周教授，你女儿是我们医院的明星医生呢。医院院长亲切地说，她的心肌梗塞康复项目获得了台湾医疗品质奖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周教授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。参观结束后，周教授激动地拉着小芳的手，女儿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，你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爸，谢谢你终于理解我的选择。小芳感动地说。晚上，一家人在阿伟和小芳的家里吃饭。周教授提议举杯，来，我要敬阿伟一杯。周教授郑重地说，谢谢你给小芳幸福的生活，也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台湾。叔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伟真诚地回应。还有，我要向你们道歉。周教授继续说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因为我的偏见，我们失去了3年的亲情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国家的差异不应该成为隔阂，真正重要的是你们是否幸福。
小芳和阿伟都被周教授的话感动了。小芳妈妈在一旁擦着眼泪，爸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又是一家人了。小芳说，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周教授笑着说，两岸本是一家亲，没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。从此以后，周教授完全接纳了阿伟这个女婿，两家人经常互相走动。小芳和阿伟定期回北京看望父母，周教授和小芳妈妈也每年都会去台湾小住一段时间。2年后，小芳和阿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周教授和小芳妈妈飞到台湾照顾小芳坐月子，周教授抱着小孙女爱不释手。小芳、阿伟，看着你们现在的生活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周教授感慨道，当初要不是我心肌梗塞，可能至今都不会理解你们的选择。爸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小芳微笑着说，是啊，有时候需要经历一些事情，才能打破自己的偏见。周教授点头道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无论在哪里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阿伟抱着女儿，微笑着看着这一幕，他想起了当年第一次见周教授时的紧张和忐忑，没想到现在竟然成了一家人。爸妈，谢谢你们接纳我，我会永远珍惜这个家庭。阿伟动情地说，好女婿，是我们应该感谢你。周教授拍着阿伟的肩膀说，你用行动证明了自己，也让我重新认识了台湾。这个跨越海峡的家庭，因为爱和理解，最终消除了隔阂，走向了团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偏见往往源于不了解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不应该被政治和地域差异所隔离。只有亲身体验，才能真正了解彼此。愿更多的两岸家庭能够像小芳和阿伟的家庭一样，用爱跨越海峡，用理解消除隔阂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这个特别的故事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